他是打外国人最残暴的中国小伙，只需一招就把乌克兰3冠王踹出擂台。不管是世界冠军还是泰拳冠军，通通都逃不了被他暴揍的命运。甚至有些时候和他对战的老外还会被打进医院。出招稳准狠，拳脚进攻犀利且精准。他就是来自河南周口的张成龙。刚才那一脚彻底吓坏了台下的美女，紧接着就是急得在原地狂跺脚。张成龙是受到他哥哥张春雨的影响，才开始迷恋泰拳。年仅19岁就斩获了40战33胜的豪华战绩。反观他的对手也不简单，年仅21岁就斩获了13战12胜的不俗战绩。别看乌克兰冠军很年轻，其实阿布拉门科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冠军，拥有超级丰富的大赛经验。两位泰拳选手之间的较量即将开始，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张成龙的精彩表现。两位都是打泰拳的好手，虽然有比赛规则限制了两位，但泰拳这项运动还是非常危险的，出招绝对的稳准狠又十分残暴。张成龙一上来就展开了游击战，毕竟中国选手最擅长的就是游击拉扯战。想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不就是靠着打游击战才开始发的家？荷兰Glory 的擂台上2次击倒对手，获得他的 Glory 首胜。比赛结束完之后呢，张成龙就留在了荷兰进行训练。他是跟K1 的世界冠军马拉特一个拳馆在一起训练。那他的对手蓝方来自乌克兰的阿布拉门科。我们看资料显示，乌克兰、俄罗斯包括整个欧洲的泰拳冠军。打法年仅19岁的张成龙对阵21岁的阿布拉门科，本身年龄上就不占据太大的优势，其后比赛经验也是略显不足。毕竟乌克兰小鲜肉13战12胜的胜率在这摆着呢。反观张成龙也没有让人失望，所实施的进攻招式也是相当的稳准狠。是的这是2个非常年轻的小将，一个是21岁，一个是19岁。那张成龙大家都知道，以前是进行纯泰拳的训练，在进行 Glory 备战的时候也曾经请过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拳击教练来指导自己的拳法。那Glory 打完之后留在荷兰这个1个月的时间进行了最纯粹的这种踢拳的训练。别看张成龙年龄不大，真要是打起架来，张成龙是真的赶上。面对比自己大2岁的阿布拉门科所实施的猛打猛冲，张成龙丝毫不怂，拿着拳头就和阿布拉门科硬碰硬。在细节方面，张成龙处理的更加完善一点。这技术但是有一点我需要提出来的就是，可能我们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当你接受一种新型的训练方式和技术风格，那么你以前所擅长、所依赖的这么好多年，有可能10多年积累的这项技术包括一些优点，你就会完全可能需要忘记一些。那么在这个融合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对于张成龙来说，年轻就是好，可不是倒头就睡。年轻就该表现出年轻时该有的拼劲。在细节方面，张成龙确实很厉害。面对阿布拉门科所实施的一波猛攻，张成龙非但轻易化解了此次危机，而且还给阿布拉门科制造了大麻烦。台下的乌克兰美女开始有点担忧，小白脸可别被张成龙打坏了，晚上还要用呢。更多的这个灵活移动，而且打法不像以前打那么生硬在面对对手的进攻欲望的时候，身体会稍微往回撤，避开对手的这个锋芒之后，再寻找进攻的机会。这也是跟欧洲一样，寻找一种比较科学和有效的一种方式通过第1回合可以看出张成龙的表现。第2回合开始了，乌克兰战士越是很厉害，出拳的时候都是咬着牙的，就连牙齿都在帮忙出力。张成龙虽然年龄小，但自身的实力很强大，去往过很多地方去学习探讨。回国之后的首场比赛就遇到了乌克兰选手，但阿布拉门科是一位纯泰式选手。不过张成龙这一次出国深造，研究的就是如何对付纯泰式打法的选手，包括面对对手的进攻，不像之前那么硬扛着再去做迎击。但这个东西不能是说片面的好和不好。我相信，因为张成龙是近1个月接受着这样荷兰非常有强度的自由搏击踢拳的训练，所以说现在身上非常有浓厚的这种味道。但我相信他学了2种技术之后，张成龙并非是一位纯泰拳手，但偶尔也会打纯泰拳赛事，大多数的精力都会放在自由搏击的领域上，同时对自由搏击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飘逸的步伐加上灵活的拉扯，
忽悠阿布拉门科就跟忽悠小孩一样。别看此时的张成龙冷静的可怕，真要是动起手来，恐怕要吓坏众人。更多的是一种结合和融合。那么在这个时期，如果结合的不好的话，这个非常精彩啊！但是这个确实是场上的一个，因为选手的这个发力太过于凶猛，所以对导致蓝方选手重心失衡，翻出这个围城之外，又翻进来了。是的。其实双方有一点非常相像，不是那种高频率的这个没办法。张成龙实在是太恐怖了，打起架来就跟不要命的一样。泰拳最擅长的就是出腿，然而张成龙总能在阿布拉门科出腿的瞬间，打出内心所想的进攻招式与动作，时间一长，自然就压制住了阿布拉门科。从进攻上来看，并没有以前那么犀利。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转变。可能需要2场到3场的比赛的磨练，才能够真正的做到非常自如的把这2种技术结合到一起。这腿，我刚要说这腿啊接的非常及时啊，但是这个位置啊打的不是很好。对，这一次踢裆彻底吓坏了台下的美女观众，真要是踢坏了，那该有多可惜，又有多少美女为之而哭泣。不过张成龙又不是故意的，一套连招一旦开始实施就无法停止，拳脚组合进攻就是这么来的。张成龙2次化解了对方的中扫。今天的比赛，张成龙一个是在步伐移动上啊，更加的避免去跟对手冲撞啊。第二个是，我们看得出来，张成龙在有意的运用一些更多的一些拳法输出，以及一些拳腿结合的一些技术。这种技术看出来他用的不是特别的顺啊，但是也是一种有意的一种尝试吧。漂亮！张成龙非常巧妙的扫踢了一个对方的支撑腿。利用对手提膝防守自己的扫踢的时候。好，双方进入到第3回合。第3回合开始了，实战全胜的阿布拉门科很在意这场比赛，赢了比赛之后最起码是一个新的突破。台下的美女眼睛都快看出来了。即使阿布拉门科明明可以依靠颜值吃饭，但偏偏要靠实力。从比赛一开始，阿布拉门科就是典型的泰式打法，反观张成龙拿的就比较灵活，正反架来回切换，就是要干扰阿布拉门科的重心。说呢，不管输赢啊，都是一次尝试啊，把最近1个月的东西跟自己以往的这个习惯啊进行非常良好结合的一次尝试。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输赢，对于张成龙来说，这个意义都是很大的啊，在他整个技术提升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对，其实在我跟张成聚精会神的张成龙也很在意这场比赛，最起码是刚回国，必须要拿下一场胜利来振作一下。不过阿布拉门科一点都没有放弃，即便是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依然会对张成龙发起一波接一波的猛攻。然而张成龙岂会轻易放过阿布拉门科，不给他点颜色瞧瞧？这绝对不是张成龙的做事风格。欣喜若狂，也并不因为赛前这个比赛有多大，或者说对手有多强而这个紧张。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需要具备的基本的素质。对。双方互不相让哈。时间还剩下最后1分多钟，到了这个时候，两人都应该有点累了，但张成龙依然很亢奋，打起架来一点都不手软。即便是到了内围对抗，张成龙也是往死里打，不留情面。别看阿布拉门科长得好看，张成龙就不揍他了。做一些压制上想多做一些尝试啊，所以在这种强势进攻上啊，我看他动作输出更多了。但是他对手阿布拉门科啊，这个距离的控制，相比前2局啊，控制的这上面做的工作更多了啊。漂亮！对方这个拳法哈也是非常刁钻的。在臂展上还是比张成龙有这个明显的优势。赛事方和乌克兰有合作，举牌小姐姐都是来自乌克兰的大美妞。看到乌克兰的小帅哥在擂台上打比赛，台下的大美妞不得蹦起来给阿布拉门科加油。不过此时的阿布拉门科已经用尽了全力，尽管美女再怎么加油，阿布拉门科也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漂亮！
哇，这个拳法真的是躲闪完之后的追击啊！对，阿布拉门科这拳法，刚刚这一个技术就体现出非常精湛的这个功底。是的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张成龙在进攻上似乎更加迫于就是太主动了。对，最后关头，这个本回合最后关头，目标暴露太过于明确。哦。最终俩人大战了3回合9分钟，不得不说，张成龙这家伙打起架来真是不要命。只要阿布拉门科敢发起主动进攻，那么张成龙的后手就会紧跟其后，不管是不是陷阱，张成龙都要一探究竟，撕咬着对手不撒手。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张成龙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